们那天是凌晨赶到现场的，距离车祸发生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。到的时候，病人眼睛是睁着的，但意识已经不清楚。听一下，从但是意识已经不清楚了开始，把后面全部剪掉，再把后面那个医生说的，好像还说了句话接上去。当时他手里还抓着钱，都没有松开过。后来好像还说了句话。可以把刘东接受采访说的话截一句，也放到前面。把小鹏接受采访说的那句“绝对不会逃避责任”也放上去。我承诺，叶叔叔所有的医疗费和康复费用我全部承担，绝不逃避责任。这是什么地方？你父亲出事之前一直住在这儿。这里是一人三餐的宿舍，地处城郊，房租非常便宜。没来过吧？我住在大学城，离这儿很远。每次我要来找他，他都不让，说让我在学校好好学习。你爸爸是个好父亲，为了让你上大学，什么苦都愿意吃。他不让你来这儿，肯定是因为不想让你看到他生活在这种状态下，怕你觉得丢人。你带我到这儿来，就是为了一人4天？当然不是，我就是想告诉你，一人三餐公司如果真的关心自己的员工，是不会把员工安排在这儿住的。从你父亲出事到董小鹏被抓，中间10几个小时，在你最需要帮助的时候，他们在哪儿？他们来看望你了吗？说过安慰的话吗？没有。说句你不爱听的，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们爹啊，可事实上，到目前为止，给予你提供最实实在在帮助的，只有我们。换单人特护病房的事儿，谢谢你。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会原谅董小鹏那个人渣。我没有说董小鹏，我说的是一人三餐公司。告诉你一个消息吧，昨天，相关部门进行了突击检查，查出一人三餐公司的平台上有多家商户没有卫生许可证。本来这事儿2天之后就要爆出来，可今天的新闻是，一人三餐公司力挺昏迷外卖员，对富二代肇事者抗争到底。现在你明白，一人三餐的老板对你父亲不闻不问几天之后，突然出现在你面前，还说要帮你打官司，是为什么了吧？还带着一大群记者，拿着那么大的一张支票，这是要干嘛呀？这是作秀。他们根本不是要帮助你和你父亲，是要利用这件事情，利用舆论来扭转一人三餐公司的困境。现在好了，网上铺天盖地都是一人三餐公司是一个有担当、有情义、有骨气的公司，卫生许可证的事情没人提了。
就算你说的是真的，徐斌利用了我，可你们不也一样吗？不一样。虽然我们是董小鹏的公关代理人，可我们绝不会袒护当事人，更不会掩盖真相。我们的目的是要解决问题，始终把你父亲的治疗和他未来的生活放在第一位的。从这个角度来说，我们的目标是一致的。我认为你们每个人都在演戏，我不知道谁是真的。叶东丽，我告诉你，你眼中看到的好人，不一定都是善良的；你认为的坏人，也不一定都是邪恶的。我希望你能够冷静，在你父亲的问题上，做出正确的选择。选择？你告我怎么选择？你跟那个魏哲都来跟我说，让我识相，把钱收了认命，还美其名曰的说是什么利益最大化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如果我收了这个钱，我等于承认了我爸是一个要钱不要命的人，我等于承认了网上对他所有的指责和谩骂。如果有一天我爸醒了，我有脸见他吗？对不起，你接着说。是，我是穷人。我爸每天骑着这些电动车，10几个小时送外卖供我上大学。他过得苦，但是他命不贱。这些有钱人以为用钱可以摆平一切是吧？你回去告诉董小鹏，我叶东烈绝对不会要他一分钱。这件事我一定追究到底。他不仅撞到我爸，最重要的，他撒谎，他损坏了我爸的名声，我要让他付出代价。早，江总，先别走，这是您的玫瑰花。我的？是的，今天早上送到的。江总，谢谢啊，不客气。多少朵啊？我数过了，19朵长柄红丝绒玫瑰，花语是江总早，早期谈你的爱。江总早。早。江总早。你好，请问 Stella 是在这儿吗？是的，这是送给她的花。谢谢。这么多种花，花语是什么？对不起，我错了。进。Stella， 这是送给您的花。谁送的？宁先生崔英俊。帮我扔了。啊？需要我亲自去吗？哦，不用。见花如面，我想每天给你送19朵玫瑰花，这样我就能每天见到你了。都摆上了，都是玫瑰花，有的被供在花瓶里，有的却被扔到了垃圾桶。你想说什么呀？我想说，不想听。你不想听，你问我。我想说，都是玫瑰花，命运却是那么的不同。什么意思啊？对不起，我有点急事，咱们开个会吧。
各位，这个会是我临时召集的，我有件私事要宣布。我和崔云俊之间出了些问题，我们已经分居了，我准备离婚。不好意思，因为我的私事可能会给公司带来一些麻烦，所以我觉得有必要事先通知各位。就这些了，散会吧。江总位置请留一下。昨天我带着叶东烈去了他爸爸的宿舍，我告诉他一人3餐在利用他，可我没想到他的抵触情绪那么大，完全不相信我的话，而且认为我们也在利用他。他断定董小鹏是在撒谎，要求董小鹏必须受到惩罚。离婚也要宣布啊？当然，合伙人之间没有秘密。那你今天去见叶东烈，准备怎么劝他呀？没有更大的诚意，去了也没用。我看到那个司机啊，从车上下来之后，就非常着急的去查看那个被撞人的情况。那个被撞人呢，跟他说了几句话。后来那个司机拿了一叠钞票赎给那个被撞人，我想应该是2个人谈和解了嘛，就没什么事了。我也就没上前去。我们那天是凌晨赶到现场的，距离车祸发生已经过了好几个小时了。到的时候，病人眼睛是睁着的，当时他手里还抓着钱，都没有松开过。后来好像还说了句话：“我承诺，叶叔叔所有的医疗费和康复费用，我全部承担，绝不逃避责任。”这个你收好。好，谢谢。我希望你们尽快把这段视频对外公布，以正视听，一定不要让一人3餐混淆视听。我知道，这段视频一旦公布，可能会对叶永福父子造成不好的影响。但是事实就是事实，一人3餐为了博得公众的好感，把所有的脏水都泼到董小鹏身上，甚至还连带了董总和明通。董总现在的压力很大，我们必须立刻反击，尽快调转舆论的风向。严律师，这段视频是从哪儿来的？我再次进行了调查取证。OK， 我觉得这个证据来的正是时候，咱们马上安排对外发布。这是严律师，我希望你再去劝一下董小鹏，看他能不能再去医院道一下歉。还去？不是已经去过了吗？叶东烈不肯和解，董小鹏再去多少次都是一样的。不一样，叶东烈原不原谅他是一回事，董小鹏去不去是另外一回事，这是态度问题。可是叶东烈情绪很不稳定，我怕董小鹏去了，叶东烈再动手打人。从制造公关事件的角度来讲，如果董小鹏去医院道歉，叶东烈动手打了他，说不定是件好事。人心是最善变的，之前大家憎恨他，是因为可怜叶永福。如果这次董小鹏去医院道歉，叶东烈打了他，我猜，这些吃瓜群众们心里的怨气至少会消到一半，说不定还会有人开始同情董小鹏。那行，我回去再做做董小鹏的工作。江总，我来之前，董总特地强调，你们2家是世交，你和小鹏是发小，所以这件事儿就拜托你了。慢走。严律师慢走。路易斯，把那个视频再给我放一遍。
视频，再给我放一遍。罗伊斯，你想看什么呀？我想再看一遍视频。你跟我出来去。你老毛病又犯了是吧？咱们不是见过刘东吗？那个视频是有问题的，被剪辑过了。我不相信你没看出来。严律师刚才说的很清楚，你没有听着吗？这是他再次调查取证后的结果。你不相信律师是吗？我相信律师啊，我只不过是想知道事实的真相。真相是什么？还要让我跟你说多少次？公关的原则永远是客户至上。你上瘾了是吧？习惯了拿着客户的钱，永远跟客户对着干。哎，不是，我就想搞清楚。搞清楚什么？你现在最应该搞清楚是你自己的立场。别以为上次 New Face 那案子你侥幸过了关，你就以为这一套永远行得通了是吧？明通不是 New Face， 董天惠也不是顾凯雷。这一次你不许给我胡来。我没。我没有胡来，我是真的觉得视频有问题。算我求你，再给我最后一次机会，你帮帮我，那个视频你先不要发出来，让我查清楚。如果是我错了，我真诚地给你道歉，我认我这个学生就行了。唐姐，您找我？什么事儿啊？最近酒店里有点关于你的传闻啊！啊？什么传闻啊？按理说这是你的私生活，我不该问，我也管不着。只不过你家那位太后娘娘一直以来都是咱们的大客户，你把大客户惹毛了，就不是你的私事了，这我就得管了。哥，你别总上纲上线的。你这都听谁说的？我们就是小两口闹点小矛盾。小矛盾啊？小矛盾 ，Stella 能搬出去住。现在到处都在传你跟 Stella 分居了。我说你怎么想的？要搬也应该是你搬出去啊，或者让 Stella 搬到咱们酒店来住。他这一搬好嘛，搬到安豪国际去了。安豪国际是咱们头号竞争对手。这是个多么糟糕的信号啊！不是，哥，没这么严重吧？夫妻之间吵架拌嘴，这不是很正常的事吗？你们俩在家是夫妻，出了门那就是客户关系，是甲方和乙方的关系，是客户和销售的关系。客户就是上帝 ，Stella 就是你的上帝。你敢跟上帝吵架，你吃苦撑的。哥，我错了。我跟你说。今年的 KPI 摆在那里，咱们酒店1/3的会议活动都是靠着 DL 的，你说你该怎么做？哥，我现在就把他接回家。对，要快，要赶在别的酒店去 DL 跟我们抢单子之前，去把你亲爱的老婆大人接了啊！好好赔个不是，买点礼物，知错就改，还是好同志嘛。以后要是再想跟你亲爱的老婆大人吵架，你就好好想想。你现在吃着人家的，喝着人家的，用着人家的，你所有的业绩都是靠着人家，就吵不起来了。关你什么事？我找个房还没你这办公室一半大，上来就给我8000块钱一个月，而且到处都是蟑螂，说不定还有老鼠，可把我给恶心坏了。你说这找个房怎么这么难呀？啊，上来就要负3押2，一下子就要4万块钱，我上哪儿找这么多钱？我抢吗我？我现在整个人都不好了。江大林。江达林，我在跟黄浦江讲话吗？我听着呢。你个骗子！你在看什么呢？车祸监控视频。车祸监控视频比我找房还重要吗？哎呀，我是觉得这个视频有问题。你快来。怎么啦？你看啊，这个角度实在是太远了，根本看不清这两人在干什么。那你想怎么样？
现在网上只能找到这一个版本，如果有多几个角度的视频，我就能知道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。你觉得交管中心会不会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啊？当然有了，那可是交管中心啊。本姑娘可以试试。达林，我带你去申请提取监控视频。行啊，这样你都有熟人，好好教导。怎么认识的？这个人之前在我们培训学校的路口当交警，有一天下着大雨还在那儿执勤，我心一软给他递了把伞，就这么认识了。心一软还是心一动啊？别瞎说，我们就是普通朋友。来了，老聂，赵队长来了，楼上请吧。好。艾米，萨勒怎么说？他让你把他先打发走。他让你去吧，我有点害怕。这方面我哪有经验？崔先生好。可以进去了是吧？哦，不是，斯特勒今天实在是太忙了，所以您还是先回去吧。你没跟他说是我来了吗？说了。那他什么反应？他就说，请您先回去吧。不可能！哎，崔先生，您不能随便闯进去，我们这儿是有规定的。我们家有我们家的规定。哎，崔先生，崔先生，您不能闯进去，一切都准备好。哎，崔先生，您不能闯进去。崔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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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等等。这是我为你准备的黄玫瑰。对不起，斯黛拉，不是我们让他进来的。不好意思，请你出去。你们两位的任务完成了。哎，非常谢谢。小姑娘有天赋，小姑娘也不错，这就没你们什么事了啊！谢谢。哎。宝宝，都是我的错。想闹想闹，随便你。我们俩现在已经不联系了，真的。手机、微信我全都删了。我真的是一时糊涂。你也知道，从去年到现在，我们两个人就几乎没在一起。那个什么，宝宝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别住宾馆了，宾馆多贵呀。再说了，哪有咱家舒服啊？宝宝，你放心，照顾好你，伺候好你，就是我下半辈子的事业。我们回家吧。好不好？你起来，你先回去，给我留点面子。哎呦，你看你这个态度，我哪敢起来啊？哎呦，我这心里啊，天天七上八下的，真的，老婆，你原谅我。喂，好，不好意思，请再等我10分钟，拜拜。谢谢老婆，10分钟的时间够了。这是我准备的悔过书，那个，你，好，我给你读，你听着啊。悔过书，致亲爱的思。时光荏苒，岁月如梭。你还记得今天什么日子吗？
2555个日夜。我们在一起整整7年了，都说是7年之痒，而你却从来没有刺挠过。明人不说暗话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知道不是每一次对不起都可以换来一句没关系，我也知道我的这句我错了，其实只能换回我自己的心安。够了。爱你的俊。我要跟你离婚。什么？我说，我要跟你离婚。老婆，你跟我玩真的是吧？假如还有其他的事情，请联系我的律师和红卫。听说 Stella 离家出走，在暗号国际住了好几天了。他们真的要离婚啊？为什么呀？这还用问啊？一定是很多男人都会犯的那种错。崔英俊可真有一套，说跪下就跪下。我都能想象他当初是怎么拿下 Stella 的，能屈能伸，这种男人最可怕了。你看他现在多省心啊，咱们公司所有的酒店业务都给他了。差不多得了。像你们这样在背后议论公司领导，这样好吗？有句老话，你们给我记住啊，没你的事儿。男怕入错行，女怕嫁错郎。你选错了人啊，哪怕是像 Stella 这样的御姐，也是这样的下场。睁大眼睛找哦。我还会再来的。都报表做了没？你们给我作证！如果 Stella 不原谅我的话，我可以把你们 DR 公司跪穿，你们信不信？我说到做到。戏也看完了，干活去吧。邦尼帮助江达林向警方申请，为了协助调查案情，特此从交通管理部门处取得董小鹏撞人的监控视频。我跟你说啊，上次买的面膜真不错，下回给你也带2盒啊。哎，你说你看这么认真，你看出什么没啊？云信坊小姐姐，快来！干嘛？你来呀！你看这个，有什么问题啊？角度不同，这看上去2个人所在的位置就完全不同了呀！你这不是废话吗？科技可真发达。耳朵听上去不是真的，这眼睛看上去的也不一定是真的了。你到底想找什么呀？唉，俗话说耳听为虚，眼见为实，这句话得改呀。走火入魔了吧你？你不懂。这么早什么事儿啊？严律师的视频有问题，我找到证据了。
还要再看一遍吗？这几个角度的视频，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，刘东是从董小鹏的身后路过的。董小鹏背对着刘东，刘东连董小鹏的脸都看不到，他怎么能看到董小鹏在说什么呢？你还真够执着的。这几个角度的视频，我们可以证明刘东在撒谎。可他为什么这么做？肯定是有人收买了他。这也足以证明之前董小鹏说的一切都是谎言。你怎么不说话？公关准则第1条，客户至上。客户需要什么，我们就应该给他们什么。严律师拿过来的这段视频，让我们有足够的筹码去跟叶东烈谈和解。只要叶东烈同意庭外和解，这件事情就到此为止了。而且我跟你说过，网友是最健忘的。我敢保证，不出1个月，大家会把这件事情忘得一干二净。这也就是我们的客户最想得到的结果。Do you understand？ 那叶东烈怎么办？叶永福怎么办？是，网友可以忘记，董天慧、董小鹏都可以忘记，可是叶东烈不会。他的父亲为了1万块钱变成了植物人，这对一个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？他们将永远活在巨大的阴影当中。是一条人命啊！我们就要这样无动于衷吗？人得学会适可而止，很多事情只是立场问题。我也不明白，为什么你每次都要把自己逼到墙角呢？你不只逼你自己，作为学生，你还来逼老师，这样大家都没有退路。这好像是你到了 DL 之后第1次来找我啊？怎么样，当合伙人感觉还好吧？不好，一个人干很纯粹，当合伙人跟一帮人干，矛盾重重。什么矛盾？我接了个案子，当事人交通肇事逃逸。但是他一直撒谎，坚称他自己是无辜的。我很清楚，只要我继续追究下去，我一定能让我的客户得到应有的惩罚。但是这又违背了我自己的职业准则。这让你产生困惑了？这还不是第1次。上次杨默的案子，整个事情的发展完全跟我的预期背道而驰，而且每一次的结果都在挑战我的法则。你说公关人最重要的素质是什么？对客户负责。我不能一次次的因为道义背叛了我的客户啊，那我就算不上一个合格的公关人了。我现在都开始怀疑我自己的职业操守了。谁在挑战你啊？我的学生。学生？我这个学生非常麻烦，一次次的挑战我的立场。而且最头疼的是，他还不仅仅是我的学生，还是我的老板。老板？是女的吗？她叫江达玲。我认为这是个好现象啊。好现象？嗯。他是我的学生，
我怎么能被我学生的想法一次次牵着走呢？你不会被任何人的想法牵制。假如他牵制了你，那只能说明你们的想法中一直有不谋而合的部分。我跟他不谋而合。是的，在你的职业生涯中，你的原则从来没有被质疑过，所以你认为你的原则是对的，这恰恰是你的问题所在啊。你认为你的原则不可打破，现在这个叫江达林的把它打破了。你在教他的同时，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影响着你。真相往往是残酷的，人们都不愿意面对，就像你也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原则有问题一样。我不是跟你说过吗？想要治愈你的焦虑症，你必须和自己的内心达成和解。怎么和解？有斗争才有和解呀。你的意思是，江达林多气我几次，说不定能治好我的焦虑症。从心理学角度上讲，不排除这个可能。老大，都查清楚了。刘东，37岁，本地人，新荣物流仓库保管，未婚，现在还跟父母一起住在复兴坊。这是他的简历。也没什么特别的。有特别的。他当初上技校的时候学的是焊工，后来在船厂工作时不小心被电焊灼伤了眼睛。之后才做的仓库保管。你是说他的眼睛有问题？对，他是近视眼，双眼视力都是0.3，要戴300度的眼镜呢。那为什么那天晚上他没戴眼镜？老大，你没看简历啊？37岁未婚，喜欢漂亮，所以平时都不戴眼镜。你们又找我干嘛了？想再跟你确认一下，车祸那天晚上，你是真的看见董小鹏和叶永福说话？是，我都说过多少遍了，根本就这点事情，你们烦不烦了？你是近视眼吧？是啊。多少度啊？300度。平时戴隐形眼镜吗？戴啊。车祸那天晚上你戴隐形眼镜了吗？没有。那你是怎么看清楚叶永福在说话的？路易斯。这是我们向警方申请后，在交通部门取得的监控视频。看清楚了吗？从这几个角度看很清楚，董小鹏他一直背对着你，你根本不可能看到他在说话。但是我看到那个送外卖的在说话啊，他肯定是跟他撞的人说了。车祸的时候是凌晨1点。那条路上只有1盏路灯，以你和叶永福的距离，就算是视力正常的人，也不可能看清楚叶永福的脸。你不仅是近视眼，还没有戴隐形眼镜，请问你是怎么看清楚叶永福在说话的？按照刑法条例，为犯罪嫌疑人作伪证的，轻则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，重则处3年以上或7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告诉我，谁让你这么做的？严律师。那你想好怎么说服大家了吗？实事求是。首先，你得支持我，你不仅是我的合伙人，你还是我的老师。这个案子是我们 DAL 成立危机公关团队后接的第一个业务，我真的是不想留遗憾。那你还想要明通股份这个客户吗？我当然想要了，但我不想昧着良心挣钱。我爸曾经说过，做公关
利随名往，我们不能因为一些蝇头小利，做一些损坏自己口碑的事情。你爸吃亏就吃亏在这个名上。他是被人陷害了，所以越是这样，我越要替我爸留住名声，替爹也要守住口碑。